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罗伊。就跟影片标题一样，我换车了。现在影片中的我就是在训车的路上。虽然关于训不训车各种说法都有，但我前300公里还是先顺顺骑就好了。原本 Force 骑得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换车呢？其实换车的原因主要是因为，第一点是觉得现在的车子油耗越来越进步，相比之下 Force 的油耗就显得有点差强人意。毕竟 Force 强项原本就不是油耗，加上每天通勤在双北地区走走停停，油耗更是不会好看到哪里去。第二点是觉得，虽然目前 Force 的引擎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毕竟也骑了5年了，有一些小地方其实都是在忍受，像是 H 壳断裂的问题，断得很干净，真的是1分为2的那一种，以及我换了 LED 灯，未来可能要面临验车的问题。虽然平常没事是还好啦，还有每次过坑洞的时候总是会有壳的声音，我都以为是卡榫断了或是螺丝松了，可是每次检查的时候都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。第3点可能就真的是手痒痒的，心痒痒的。原本就有打算有一天会换车，因为觉得现在的新车都有 ABS 跟 TCS 这些安全配备，骑在路上会多一份保障，多一份安心。只是没想到三阳来得这么快，突然来一个 Keyless 版的 DRG， 加上以为是改装品才会有的刹车油杯，视觉感整个大增，所以我才会决定要入手。那这次的 SYM DRG Keyless 版本的外观，除了刹车油杯和钥匙孔的外观，目前看起来几乎是一模一样，还多了一蓝一红的配色。至于我选了哪一个车色，因为我看官网只有出了4种车色，只有蓝色会比较喜欢，但其实心里一直很喜欢白色的车，于是就变成现在这副落地换壳的样子了。没办法给大家看看新的车色，有点抱歉，但我相信还是有不少人会喜欢白色的车啦。车头的部分和车尾的部分跟7期的 DRG 一模一样，完全没有变。但因为我之前完全没有骑过 DRG， 所以没办法跟之前 DRG 做比较。不过大灯的部分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原本一直有一个关于灯的迷思，就是要么双灯要么单灯才会有效果，分得开开的好像没有什么效果。不过晚上骑的时候觉得其实还蛮够用的。但是下雨的话因为还没遇到，不过 LED 灯遇到下雨应该就是大家知道的状况。仪表板部分看起来也是跟7期的 DRG 一模一样，之前骑 Force 现在换 DRG，看到这个仪表板的形状，我觉得还蛮亲切的。这个形状有点像，配置上也是有点相近，从转速、时速都充满了熟悉感。仪表板上可以切换的是总里程、短里程、机油里程、时间、电压、转速，还有 TCS 开关。我觉得功能还蛮多的，可是我觉得时间的功能好像不用特别设计在选单里面。应该要有一个位置永远显示时间吧。常常在记录里程的途中想看看时间，却发现还是看看手上的手表比较快。前面忘记提到，这次 Keyless 版本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次的手把按键配置，充满着重机的感觉。左边的手把分别是近灯、远灯、喇叭、方向灯还有警示灯。最大的不同就是方向灯跟喇叭居然本田化了。这位置交换势必要花一些时间来熟悉，不然就会跟刚交车的时候一样的情况，不小心按到喇叭。右边的把手配置分别是快速熄火开关、怠速熄火开关，还有启动键。这个快速熄火开关，有些车友觉得很新奇，可是我看了觉得很熟悉，因为曾经拥有的某台车上也有这个设计。怎么了？忘记加油了。Racing 全速追爱，休息一下好不好？怠速熄火功能部分也是我换三阳的原因之一。原因是因为我市区走走停停的关系，通常红灯要99秒起跳。不过入手 DRG 后才注意到，有些车友说这个功能会伤电瓶，但我不清楚是真的还假的。再来就是这个类改装油杯，
刹车油杯从我骑车以来都是一个黑色方形盒子的造型，我是说原厂的情况下啦。如果要像现在这种视觉感受，通常都要从改装品开始下手，而且你要跟动的地方也不是只有换油杯而已这么简单。现在三洋原厂不知道是不是偷偷注意到这个趋势，原厂就直接标配给你。虽然没有骑过以前的 DRG， 不清楚刹车的手感，不过在骑车的时候看到这个油杯，心情真的会变好。Keyless 系统使用，这个 Keyless 系统也是让我决定入手的原因之一。我一直在想，油车上面为什么不是很普及？如果有 Keyless 系统，不是会更棒吗？所以这次加了 Keyless 系统，我看到是非常开心的。毕竟隔壁棚的 KRV 也是 Keyless 的版本。接着说到踏板空间的部分，也是让我非常意外的一个项目。这脚踏板的空间异常之大，在我跑去试乘 Force 2.0 那时候，还有租了 KRV 体验之后，这台 DRG 空间相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宽敞，尤其对我这个身高180的人在骑乘的时候，双脚放在踏板上都不怕踢到或卡到。硬要说唯一的一个小缺点，可能就是没有斜踏板吧。接着坐垫部分，其实在购车之前看到车子就大概知道这台车的坐垫空间真的不大，尤其如果你有后座需求的话，更不会是首选。不过比较让人意外的是，我觉得原厂坐垫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难坐，坐垫的型我觉得还算蛮舒适，跟屁股还有大腿还蛮合的。硬要说缺点的话，大概就是海绵有点偏硬，有可能是太薄所以比较硬。但我知道大家都是一样的，坐垫不差不代表不会改。车厢空间部分也是一样的情况，在购车之前看到车的外形，你就可以知道这台车的车厢空间应该不会多好，毕竟你看到那个车尾的屁股有多翘。而这也是我从 Force 跳槽过来最难适应的一点。还好，其实缩小也没有小到很可怜，什么都不能放，因为车厢其实有深度，所以基本上雨衣跟包包一些日常用品放下去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你有将安全帽放在车厢的需求的话，我劝你最好好好考虑一下这台车有没有办法符合你的需求。另外，如果有装行车记录器的话，我看大部分人主机都是放在这个位置。这次安装的行车记录器品牌是宝丽来最新推出的 MS296WG 神鹰，前后镜头，然后画质最高可以到 2K。有兴趣的朋友，我之后会慢慢把影片放上来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大致上都介绍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我想讲一下从 Force 换成 DRG 之后感受到比较明显的差异。第一个部分是骑姿的部分。老实说 Force 当初牵车的时候我是直接改坐垫的，因为原厂后座就有一个凸起的小山丘，而且还很薄。但是骑也骑了5年了，直到这次换了 DRG 之后，发现真的有点不一样，有点能体会别人说 Force 骑姿比较缩起来的那种感觉。以我自己想到了一个比喻来说，可能就是 Force 的骑姿比较像是在坐板凳，然后 DRG 比较像是在坐一张正常的椅子，就是那个腿的位置不一样。再来是安全配备的部分，虽然 ABS 跟 TCS 的有无对于一台车来说，有些人可能觉得重要，有些人可能觉得不重要，因为就算没有这些，你还是可以继续骑车。但是假如预算允许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当做一个升级的配件，对于行车安全真的是多一份保障。像我自己骑乘 Force 的时候就遇过，大马路中央骑一骑突然出现老奶奶，我按下刹车之后，整台车在漂移。当时的情况如果是在玩跑跑卡丁车的话，我应该是直接挤满2颗氮气了吧。所以多了这项配备之后，我上路可能也会比较安心一点。接着是我购车前比较之后发现的一点，就是 DRG 全车标配的都是 LED 灯。对我这种买来只想好好使用，不太想改车的人来说，真的再适合不过了。原本骑着 Force 等着 Force 2.0 的出现，看到之后直接浇熄我的期待，因为 2.0 那个绝不退让的卤素灯泡。不过因为我是不太想动灯系的人，所以就不会考虑了。但对于会买来要改灯的人来说，可以降低一台车的购入成本，其实也不错啦。另一个部分就是刹车手感的部分。
我在骑乘约300公里回去换完机油了之后，一直觉得最不习惯的地方就是，为什么 DRG 的后刹车好像比前刹车还要锐利？因为以前不管骑哪一台车，通常都是后刹车几乎没感觉，然后前刹车比较利。可是这点在 Force 上面是相反的，相较之下，前刹好像非常的软。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就是操控性的方面，我觉得可能就是车款定位不同啊。Force 的轴距长，自然而然在操控上就会比较弱一点，这点我原本没有感觉，但是换了 DRG 之后，觉得155跟158两个排气量差不多的车款，居然在操控性上面有这么大的差异。但是说实在，如果骑长途的话，我觉得 Force 可能还会比较舒服一点。因为 DRG 可能在都市里面就是那种自由穿梭的存在吧。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油耗的差异了吧。拿 Force 跟 DRG 比较的话，我觉得油耗部分真的有差，但我觉得这样比也不公平，毕竟 Force 也已经上市了将近5年还6年了，真的要比的话，可能要跟 KRV 还有 2.0 比会比较公平。另外，怠速熄火，我个人是很爱这个功能。硬要说缺点的话，可能就是觉得熄火熄得有点太快了，常常在路口转弯停下来，要看完左右，确定没有车的时候，准备要起步的时候，差不多也熄火了。还好轻轻转一下油门就可以继续走了，只是会觉得它的熄火之后，你再转油门起步，好像有一点慢半拍的感觉。这次换车，就某方面来说，可能是有些冲动，毕竟原本的 Force 状态还好好的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甚至说不定还可以再陪我站下一个5年。不过说是这样说，心里却是一股蠢蠢欲动。每当有新车发表公布的时候，我总是在不停的关注，甚至因为考到大型重机驾照之后，很想拥有一台黄牌。尤其最近 PGO 的 Tigra 250跟洪嘉腾的 STR 这2台的出现，让整个黄牌集聚门槛降低了不少。但是在自己理性的计算思考下，我觉得目前阶段我还是在白牌待着就好了。另外，脸书社团会看到有人在说传统钥匙还是比较好之类的发言，我只想说，其实有没有 keyless 这一点因人而异，并没有因为有了 keyless 就比较高档的说法。就我拿我自己来说好了， keyless 的操作起来真的没有钥匙顺手，因为不管做什么动作，都要先压一下开关，唤醒车辆才能进行下一个动作。不过也许是自己还在习惯中啊，但是使用 keyless 对我来说，应该就是一种享受科技的感觉吧。所谓早买早享受，晚买享折扣。现在通膨，物价上涨，晚买享折扣可能是没有办法了，因为车价越来越贵。可是科技会进步，配备会进步，所以我觉得旧款车主也不一定要说哪一款比较好，毕竟回归原点就是使用者习惯的问题。不管再怎么改款，我相信总是会有更新、更好、更棒的产品出现。就像是过几天就要发表的 MMBCU， 如果纠结这一点的话，我觉得会活得很辛苦。换个方式想，你想要买一台车，而这台车刚好满足你目前所需要、想要的条件，那就已经足够了。再说，除了 keyless 系统之外，改款后的零件也叫得到。等于是车主可以不用改装品的价格，而是用原厂的价格这个方式去做升级的动作。那今天就到这里，我是罗伊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